此时的两岸三地命运正在剧烈分叉，台湾正迈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大考，逾700万名选民将参与投票，决定是否罢免24位国民党立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场由民间发起、跨党派参与的大罢免运动，正以选票掀起政局震荡。就在投票前夕，10万人涌上凯道，高呼罢免投同意，国家需要你，为这场宪政对决揭开序幕。而此时的香港国安红线再次收紧，港警宣布通缉香港议会的19名海外港人，包括袁弓夷、何良茂等人，指控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言论自由的边界正被一步步清除。而在中国大陆，尽管官方声称第二季 GDP 成长达 5.2%， 青年失业率下降至 5%， 但网民却用一句话刺破幻想：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不只是怀旧，更是对现实的无声控诉。在数据与真实落差中，一整代人正在失去对未来的想象力。你好，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我是王真。7月26号，台湾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天。这一天，全台超过710万名选民将参与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免投票，决定24名国民党立委还有新竹市长高虹安的去或留。这场由民间发起、民进党支持的大罢免运动，被视为对2024年大选后朝小野大国会格局的直接反击，涵盖立法院1/5席次，象征台湾民主体制一次罕见的自我校正。投票前夕，支持与反对双方火力全开。24号晚，凯达格兰大道涌现大量人潮，参与影响成功凯道晚会。即使天空不时下着过云雨，现场气氛依然热烈，万人齐声高喊：大罢免，大成功！罢免投同意，国家需要你！晚间9点，主办单位初步估计现场人数已突破10万人。隔天晚上，国民党也不甘示弱，在同一条凯道上办起不同意罢免选前之夜。全党高层几乎总动员，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多位市县首长，力保蓝营立委席次不受动摇。根据规定，罢免要成功得符合2个条件：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而且同意票数达原选区选举人总数1/4。罢免若成功，将不仅重塑立法院多数派结构，更可能成为全球罕见的民主实践案例。有国际媒体将此形容为台湾民主对抗中共压力的试金石。知名企业家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说得直白，这场大罢免是爱台湾与卖台湾的对决。他强调，当政党在国会背叛国家，只能用非常态来对付非常态。他说，我已经78岁，为何不去环游世界？这就是为了天理与公道。不少在台港人也站出来，用一票一句话为心中的信念发声。名嘴萧若元表示，不担心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会得罪台湾不同阵营的党派，如果怕得罪人，就不会来台湾。他认为，把蓝白两党立委的行为恰当与否，交由民意，用选票做判定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台湾这几年是影响未来的关键时刻，台湾人对谁主未来要有共识。这次大罢免也是一次表态。因癌症复发正在接受化疗的台北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也表示，他计划周六周日一个人搭高铁往户籍地桃园市桃园投下同意罢免一票，以表达对国民党、民众党投共的不满。林荣基在接受追新闻访问时坦言，从住处到桃园确实有点远，不过一想到部分在台港人没有台湾身份证，因此没有投票权，他对手上一票更感珍惜。投资移民台湾的阿居近日在基隆街头派发传单，呼吁支持罢免。他说，民主是脆弱的，需要千秋万代去守护。即使罢免未成，他也坚定表示，心态不会改变，因为我生存的标准就是要对抗集权。此外，杜文泽、林夕等在台港人也都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民进党立委黄捷表示，港人站出来是用血力告诉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香港。而知名海外时评人士蔡胜坤在 X 平台留言说，台湾这场大罢免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公投，是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是认同中共在香港推行的治理模式。
台湾人必须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了。值得注意的是，罢免气氛火热之际，中共军机也没闲着。24号到25号一整天，台湾国防部侦获共军26架次军机扰台，其中24架飞越台海中线，搭配7艘军舰现踪台海。台军全程严密监控，防空、舰队、导弹系统全面启动。一边是全民投票，一边是军事压力。这场大罢免已经不只是选票之争，而是台湾社会用行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在流亡海外的港人组成香港议会，并于7月21号举行网上宣誓。仅4天后，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宣布，该组织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正式将其列为非法组织，并悬红通缉19人。这次被通缉的对象分为2批，第一批19名香港议会的筹组及技术人员，当中包括创办人袁弓夷、已解散的筹委会主席何良茂、规则小组主席霍家志、成员蔡明达、陈丽珍，以及参与议会事务的澳洲学者冯崇义、美籍华裔传媒人龚小夏、评论员吴文熙和技术支援小组主席曾伟潘。第二批则是10位已宣誓就任的议员，包括江家伟、钱宝芬、夏海俊、侯忠宇、何永友、林千干、吴文君、黄振华、黄修和以及张信燕。这10人在7月21号完成线上宣誓，名单中未包括拒绝宣誓的当选者。在19人中，有4人袁弓夷、何良茂、霍家志、蔡明达早前已因涉其他国安案件被悬红100万元通缉，如今名列重复通缉名单。其余15人则是首次遭到通缉，港警国安处这次为他们开出每人20万元的悬红，金额明显缩水。警方指控香港议会的目标包括推动自觉制定所谓香港宪法，并强调参与、协助或资助其活动皆属违法，呼吁被通缉人士悬崖勒马，回港自首。加上过去已通缉的19名流亡港人，目前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的总人数已达34人。香港议会由袁弓夷与何良茂等人发起，旨在通过全球范围选举，组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议会，发出港人声音，实现所谓真港人治港。根据其官方网站，议会于7月1号透过手机应用程式进行选举，18人参选，共收得15702张有效票，最后选出多位代表。当选者于7月21号举行网上宣誓，誓词中提及抗拒集权专政，还政于民，光复香港。身在加拿大的传媒人何良茂在宣誓仪式中指出，选择7月21号是因为当天是香港公民社会遭受重击的象征性时刻。他所指的721事件发生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当晚数十名白衣人冲入元朗港铁站，手持棍棒、藤条，无差别袭击市民与记者，造成至少45人受伤，1人情况危殆。而警方当晚迟迟未见行动，备受批评。事后警方拘捕了69人，其中22人被起诉，但仅有8名白衣人最终被定罪，刑期为3年半至7年不等。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晚部分遇袭市民也被以暴动罪起诉，其中包括当时仍在任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美中博弈阴影之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出售全球港口资产的重大交易再度出现变数。根据路透社最新报道，这宗规模高达228亿美元的港口业务出售案，由于涉及敏感地缘政治与监管风险，原定于7月27号截止的独家谈判期限极有可能延后。长和今年3月对外宣布，计划将其在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设施的大部分股权出售给一个由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以及意大利航运巨子阿庞特所创立的地中海航运公司所领导的财团。这笔交易不仅金额庞大，更具战略意义，因为当中包含了巴拿马运河沿岸的2个重要港口设施。而在美中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场交易也逐步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谈判气氛审慎，部分法律文件，例如有关巴拿马港口的最终协议，原定于4月2号签署，至今仍未完成。截至目前为止，贝莱德对相关报道未予置评。长和与地中海航运公司方面
也暂未回应置评请求。这批交易引发美中两方不同程度的关注。川普总统早前曾公开称许，这项交易是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则在4月称，正密切关注交易进展，并强调各方不应规避反垄断审查机制。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中方视此交易为可能削弱其在中南美洲港口布局的举措之一。市场方面，长和宣布交易消息后，股价一度晋升33%，但随后迅速回吐涨幅。目前虽略有回稳，但整体市场情绪转趋观望。一位全球固定收益资深基金经理向路透社表示，对长和能否如愿把港口业务直接卖给该财团并不乐观。北京近日公布中国第二季 GDP 年增长率达 5.2%，6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也爆出 5% 的数字。乍看之下，经济数据亮眼，但中国网络上的年轻人却用一句话点破现实：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词正在微博与小红书等社群平台爆红。所谓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是一种对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怀旧情绪。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相对容易的时代。但现在年轻人发现，找份稳定好薪水的工作比想象中难太多。根据大陆官方数据，今年6月剔除在校生后的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14.5%， 比去年同期还高出 1.3个百分点。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大陆私营部门无法吸纳庞大的毕业生人数，导致许多青年只能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工作，即便有职位也难以实现财务自主，更遑论实现梦想。英国巴克莱银行近期一份研究报告更指出，中国就业市场的恶化正在持续。企业招聘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就业分项也显示，中小企业招聘意愿走弱。美中贸易摩擦，特别是美国新一轮关税，让企业进一步放缓招人步伐。而根据北京长江商学院的调查，过去2年企业的整体招聘情况明显低于历年平均水准。2023年，甚至有大量行业出现了工资倒退，而这个幅度甚至超过了2019年疫情期间的水平，堪称有记录以来最差。在私营领域，科技产业是重灾区，而在公共部门，尽管工作稳定，但不少政府单位与国营机构也启动了降薪潮。换句话说，不但工作难找，找到了也不见得挣得多。虽然北京当局陆续推出税收减免、就业补贴、职业培训等措施，试图稳住局势，但据巴克莱的观察，效果相当有限，就业市场仍呈现疲弱状态，甚至关于裁员和降薪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一切让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成为中国年轻世代的集体情绪出口。在官方数据长期被外界质疑失真、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这句流行语成了一种沉默的控诉，怀念那个能靠努力改变命运的年代，也暴露出当下青年人对未来的无力感与挫败感。有经济学者建议，北京当局应该更积极强化社会保障系统，同时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鼓励创业，促进就业。但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改善前，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这个词恐怕还会在中国网络上持续发酵，持续热传。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